朗学院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那么这一周呢，郎朗老师给我们讲了一首非常著名的，应该说中国的琴童们啊，你弹到比较高的等级都会弹的作品啊，就是肖邦的《幻想即兴曲》OP66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说啊，你别看他的作品是 OP66，但他的创作年代啊是比较早期的啊。这个肖邦在生前呢出版的作品一共就到 OP62。那么 OP62之后的这些作品呢，基本上都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所以呢，他的这个 OP62之后的曲目，他的这个作品编号的大小呀，未必就标注了他这个创作年限啊。那么其实呢，你从幻想即兴曲的这个结构来看呢，它从音乐的思维、思想和结构上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早期，甚至说呢，还是有一些过于简单的你可以说结构上完全没有表达出这个肖邦晚期的那种复杂性啊。那么幻想即兴曲呢，它也是肖邦最广为人知的一首作品了。很多人听到这首曲子就会被它那种叫做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这个音符所震撼。钢琴键盘上这个右手的音符就好像这种急促的雨点密集的落下，那么左手的和声呢，又是像这个波浪一般的这个起伏翻涌这两者呢就交织成一片绚烂的叫做音响的可以说是织锦吧。但是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时候，这一首被现在是无数钢琴学习者视为必弹曲目的作品呢，肖邦生前是其实没有发表过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OP62 之后的都没有发表过。他甚至在遗嘱中明确要求要销毁这部作品。很有意思吧？那这首作品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故事呢？这首作品呢，他创作的年代大约是1834年那个时候肖邦才24岁，他已经离开了这个祖国波兰定居巴黎3年了。这个正是他的创作的黄金期。这段时间呢，他其实创作了很多的这个名曲像这个第一叙事曲 OP23第一协谑曲然后呢等等这些重要的作品呢，都诞生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奇怪的是呢，就这首这个后来如此著名的幻想即兴曲呢，肖邦却始终没有将它出版，而是把他的手稿留给了他的好友叫做朱利安·枫丹。那么在肖邦1849年去世前他曾经在他的遗嘱中要求枫丹销毁那些未发表的手稿但是枫丹呢，最终没有完全遵从肖邦的遗愿，而是在1855年把这首曲子给它出版了，并冠以幻想即兴曲这样的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作品编号呢就是 OP66。至于肖邦为什么不愿意发表这些作品呢？音乐界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最主流的说法是，这个即兴曲可能跟当时的这个有名的捷克作曲家莫舍莱斯的降 E 大调即兴曲有那么一点相似。那么肖邦呢，可能觉得缺乏足够的原创性，而不愿意出版。那么作为一个对自己作品有非常严格要求的艺术家肖邦是宁可让这个作品永远的沉睡，也不愿意发表任何他认为不够完美的东西。但是历史的讽刺呢，就正在于此正是他这首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成了后世最受欢迎、演奏频率最高的肖邦作品之一甚至超越了许多他生前精心打磨并正式出版的曲目那么从音乐的结构上来看呢，这部作品呢采用了典型的3段体结构，也就是 ABA 形式。那么这个即兴曲的形式其实是通常都会采用这种 ABA 的形式。咱们可以去看之前郎朗老师讲过的舒伯特的即兴曲也都是 ABA 的这种形式这其实就是浪漫主义时期非常常见的结构，包括门德尔松的这个无词歌也经常是 ABA 简单来说就是快慢快3个部分嘛。但是肖邦呢，在这个框架内呢，其实注入了很丰富的音乐的内容的。开头的这个 A 段呢，速度标记是这个急板 Allegro agitato， 意思是激动的快板这个速度标记呢，本身就透露出这段音乐的性格，就不仅要快，还要有一种内在的激动的不安那么右手弹奏的呢是非常密集的16分音符，这个音符像珍珠一般，一颗接着一颗倾泻而下，这个技巧要求呢就很高了。而左手呢则是快速的3连音的或者说6连音的这样的这个伴奏在和声上呢，它为右手的旋律提供支撑。这种右手4个音对左手3个音的这个节奏组合，在当时是相当新颖的写法，我们称之为4对3的副节奏。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大部分的钢琴作品都还是在就是左右手同步的，或者至多是简单的旋律配伴奏那么肖邦这种让2只手完全独立
按照不同节奏律动的写法，在当时来说呢是很前卫的在后面的话，这就逐渐变成一种比较常见的手法了那这种复杂的节奏的交错呢，就创造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音响效果。它呢不像进行曲那样规整，也不像圆舞曲那样有明确的强弱的规律，而是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飘忽不定的质感仿佛他的这个思维这个思绪在空中去自由的飞舞，捉不住也摸不着，这正是幻想二字的由来。音乐不受固定模式的束缚，随着作曲家的灵感自由的流淌。那么对于演奏者来说呢，这段音乐的难度呢，不仅在于速度和技巧，更在于如何在这种看似混乱的节奏当中找到内在的秩序感，让音乐听起来既自由但是不散乱。那么中间的这个 B 段呢，风格就完全的去转换了，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一段抒情的旋律速度为中板，叫 moderato cantabile， 意思就是歌唱性的中板。这一段悠扬的这个旋律它是很动人的，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诗意，和前后两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多人他即使没有学过钢琴的，也能够哼唱出这段旋律，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美了，太容易被记住了。这个中间段落呢，就展现出了肖邦作为钢琴诗人的抒情的才华看似简单的旋律的线条，却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情感。肖邦在这里面呢，使用大量的装饰音和细腻的力度的变化，让简单的旋律呢变得非常的丰富多彩那你能够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思念，一种无法言说的惆怅，这个正是肖邦音乐最为打动人的地方。好，那么最后回到 A 段呢，开头的这个快速段落它不应该算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就肖邦在这里还做了一些变化和发展，让音乐在保持一致性的同时呢，又有新鲜感。整首曲子呢，在一个叫做逐渐消散的一个尾声中去结束，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呢，幻想即兴曲对演奏者的要求呢，不能说特别高，但是它这个4对3以及如此快的这个速度还是有一些挑战的这也是为什么它常常被用作考核钢琴学习者水平的一个重要曲目，10级的考级曲吧。首先是速度要求，整首曲子呢，尤其是个 A 段，它要求快速流畅，任何一个音符的失误都会变得非常明显。在那么快速的情况下呢，手指又必须保持极高的独立性和准确性，每一个音符都要清晰的发出来，也就不能含糊其次呢是力度的控制，虽然这个音符很密集，速度很飞快，但是呢绝不能一味的弹得很响，那样只会叫做制造噪音，而非真正的音乐。真正好的演奏是要在快速中保持层次感和音乐性强弱对比要明确，音色要有变化，右手的旋律线条呢要清晰的浮现出来，左手的伴奏呢要退到背景中去，但又不能完全消失，两者之间要有合理的平衡。那么最难的呢，可能还是那种左右不同节奏的协调吧，就是4对3的节奏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要弹的流畅呢，也绝非一日之功。很多学生